公元前180年的夏天，未央宫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吕雉，这位掌控了大汉帝国15年的超级女皇，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她死前的几天，她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实载，见物如苍犬，具高后叶，忽伏见，捕之，云赵王，如意为遂。他梦见一只蓝色的狗突然从腋下钻出来，狠狠咬了他一口，然后消失不见。醒来后，吕雉感到腋下剧痛，伤口溃烂，日夜哀嚎。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系统报错。在当时的迷信语境里，有人将其解读为那个冤死的赵王如意化作厉鬼来索命，因为他的封地在北方，色上黑蓝。但在政治的逻辑里，这更像是系统的最终反噬。吕雉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在咽气之前，他做出了最后一次系统防御。他把帝国的最高兵权，南军和北军的指挥权分别交给了他的2个侄子吕产和吕禄。他告诫他们，必具兵未功，慎无送丧，勿为人所制。我死后千万不要离开军队去给我送葬，守住兵营，守住大门，只要手里有枪，谁也动不了你们。吕雉死了，但他留下的吕氏防火墙依然锁死了整个大汉的兵权。对于以陈平、周勃为首的老陈集团来说，如果不动手，等吕家缓过神来，老陈必死；如果动手，手里没有兵，拿什么跟禁卫军拼？今天我们走进大汉帝国最惊心动魄的转折点，看一看第一智囊陈平和军界的定海神针周勃是如何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不可能的政变。吕后死后的那段日子，长安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安静是暴风雨前的低气压。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皇宫里坐着一个傀儡小皇帝，少帝刘宏，他是吕后立的。皇宫外把守着2支军队，吕产统领南军，负责守卫皇宫大内；吕禄统领北军，负责守卫长安城防。这2个人就像2把钳子，卡住了帝国的咽喉。而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处于绝对的劣势。周勃虽然名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但吕后早就架空了他。实载，太尉不得入军门，堂堂国防部长连军营的大门都进不去，手里的兵符就是一块废铁。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对手拥有绝对的硬件优势，军队老臣们只拥有微弱的软件优势，人心合法性。如果吕产和吕禄稍微聪明一点，哪怕只有刘邦1/10的智商，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清洗朝堂，把陈平、周勃这帮老家伙抓起来杀掉，吕家的江山就稳了。但历史的荒诞之处在于，上帝给了吕家最锋利的剑，却配了2个最愚蠢的剑客。吕产和吕禄虽然手里有兵，但他们心虚，他们知道自己得位不正，知道满朝文武都恨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最怂的策略，龟缩。他们不敢进攻称帝，也不敢出兵杀人，就只是死死抱着兵权不撒手，每天在军营里大眼瞪小眼。这时候打破僵局的关键人物出现了，我们上一集的主角朱虚侯刘璋。刘璋不仅是个热血青年，他还是个完美的双面间谍。我们之前说过，他娶了吕禄的女儿。对于老陈来说，他是刘邦的孙子，根正苗红；对于吕家来说，他是自家女婿，值得信任。刘璋利用这层关系截获了一个情报，吕家准备动手了。他们在密谋，准备在祭祀大典上发动政变，把刘氏宗亲一网打尽。情报传到丞相府，陈平意识到不能再等了，再等就是死，必须在吕家动手之前，先把他们的兵权骗过来。硬抢是不可能的，只能智取。陈平把目光投向了掌握北军的吕禄。吕禄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贪财且优柔寡断。陈平决定使用他最擅长的武器——诈骗。他找来了吕禄最好的朋友，一个叫郦季的人。这一招不仅仅是杀熟，更是绑票。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陈平和周勃先绑架了郦季的亲爹，开国功臣郦商。是在使人劫郦商，令其子继往代说吕禄。在死爹和卖友之间，郦季别无选择。他找到吕禄，开始给他洗脑。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及；知国首藩，足下何不归疆印？以兵属太尉，与大臣盟而治国，高枕而亡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兄弟啊，你现在虽然掌兵，但满朝文武都盯着你，你是要背锅的。不如把兵符交还给太尉周勃，你回封地去当个富家翁，那样你就能高枕无忧，舒舒服服的当个诸侯王，这可是万世的利益呀。这是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剧本，利用受害者的恐惧心理，给出一个看似完美的安全账户方案。愚蠢的吕禄竟然心动了，他觉得有道理，我有钱有地，何必在大兵营里受这份罪呢？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吕禄交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印信兵符。这一刻，大汉历史的转折点出现了，吕氏集团的防火墙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拿到了印信并不等于拿到了军队，古代军队只认2样东西，兵符和主帅。现在兵符有了，但主帅周勃能不能进得去军营，士兵们听不听他的，这依然是一场豪赌。周勃带着陈平和刘璋的期望，孤身一人来到了北军大营门口。虽然手里有兵符，但门口的卫兵依然拦住了他。太尉将至北军，不得入。卫兵只认死理，太尉虽然有印，但没有符节，不能进。气氛瞬间凝固。如果这时候卫兵大喊一声，周勃就会被乱箭射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勃身边的关键人物襄平侯季通站了出来。他是专门掌管皇家符节的官员，他高举符节，对卫兵呵斥道：“太尉是奉旨来接管军队的，符节在此，谁敢阻拦？”10载，襄平侯通上符节，乃令持节入。卫兵看到了代表皇权的符节，犹豫了。就在这1秒的犹豫中，周勃硬闯了进去。周勃冲进中军大帐，但他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北军是吕家的嫡系部队，这里的士兵拿了吕家这么多年的军饷，怎么才能让他们瞬间倒戈？周勃知道，对于底层士兵来说，讲大道理没用，必须给出一个简单、粗暴、2选1的指令。他站在高台上，拔出佩剑，吼出了那句响彻2000年的名言：“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想跟吕家造反的，把右边袖子脱下来；想跟刘家干的，把左边袖子脱下来。这是一个极具心理学智慧的命令。1. 视觉化，脱衣服是一个动作，动作能带动情绪。2. 群体效应，一旦有人开始脱左袖，其他人就会因为恐惧而跟风。3. 合法性暗示，为刘氏，这是大汉的军队，当然要姓刘。那一刻，北军大营里死一般的寂静，几万名士兵面面相觑，风吹过旌旗，发出烈烈的声响。突然，有一个人脱下了左边的袖子，露出了肩膀，接着是10个、100个、1000个，最后整个校场上白花花的一片，全是左肩膀。10载，军皆左袒，为刘氏。周勃看着这片白色的肩膀海洋，长出了一口气，汗水湿透了他的后背。他知道大汉江山保住了，北军拿下了，还剩下南军。统领南军的吕禅此刻还在未央宫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天已经变了，他还在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周勃命令刘璋，这位最能打的黄三代，带着1000多名刚刚倒戈的士兵杀进皇宫。此时的吕禅发现情况不对，想要逃跑，但他能往哪跑？慌乱之中，他逃进了未央宫的厕所，残走不知所知，郎中府吏侧中。又是厕所，当年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质扔进了厕所，如今吕后的侄子吕产在厕所里被刘璋追上，手起刀落，吕产被杀。吕氏集团的最后一个军事强人倒在了那个充满恶臭的地方，这似乎是历史开的一个黑色幽默，始于厕所，人质，终于厕所，吕产。随着吕产、吕禄的死亡，政变在军事层面已经结束了，但在政治层面才刚刚开始。陈平和周勃这2个看起来忠厚的老臣，为了防止吕家日后反扑，他们下达了一个残酷的命令：吴少长皆斩，无论男女老老少少全部杀光。在这场持续了数日的腥风血雨中，长安城血流成河，吕雉的亲妹妹吕须、樊哙的老婆被乱棍打死，所有姓吕的人被连根拔起。但这还不够，系统清理必须彻底，还有一个最大的 bug 需要处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少帝刘宏，虽然他只是个孩子，虽然他什么都没做，但他名义上是吕后立的皇帝，在老臣眼里，他就是吕氏产品。陈平和周勃对外宣称，少帝和他的3个弟弟并非汉惠帝的亲生儿子，而是吕后从宫外抱来的野种。10载，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真的是野种吗？大概率不是，但真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系统重启需要格式化所有旧数据。为了新皇帝汉文帝的合法性，这几个孩子必须被定义为非刘氏，必须死。少帝被废，随后被秘密处死。在这个疯狂的夜晚，所有的罪恶都以正义的名义完成了。当太阳再次升起时，长安城的街道已经被冲洗干净。吕氏家族这个曾经权倾天下的庞然大物，像那场梦里的苍泉一样，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陈平和周勃站在未央宫的台阶上，看着初升的朝阳。他们赢了，但他们也老了。他们知道，那个属于流氓与英雄并存的草莽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回望这15年，我们该如何定义这充满血腥与诡计的开篇？刘邦，那个提着3尺剑斩蛇起义的男人，他用豪情与无赖粗暴地搭建了大汉的骨架，却留下了一个四面漏风的系统。而吕雉，他其实是这个新生帝国最残忍却也最称职的修补匠。是的，他残忍，他把情敌做成人质，他把孙子幽杀暗室。但我们不能只看到未央宫里的惨叫，却听不到天下万民的呼吸。史书虽然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却也不得不留下一句公正的注脚：正不出防护，天下晏然。
政令不出宫门，天下却安然无事。在帝国最脆弱的婴儿期，是这个女人用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按住了蠢蠢欲动的诸侯，扼杀了分裂的可能。她像是一个严厉到近乎变态的母亲，用恐怖的手段为大汉赢得了整整15年的休养生息。她背负了所有的骂名，独自在黑暗中行走了15年。她用最野蛮的逻辑守护了最脆弱的文明。如今，那个令人窒息的吕后时代结束了，所有的罪恶、权谋、杀戮都随着那只苍犬的消失化为乌有。在遥远的代国，那个一直装傻充愣的年轻人刘恒正在收拾行囊，他即将推开长安的大门，接过这顶沉重的还带着体温与血腥气的皇冠。大汉帝国的漫长黑夜终于过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盛世文景之治正踏着晨光向我们缓缓走来。